今天要介绍的东西是稍微进阶一点的，也就是在桌球相当重要的一个步骤——脚步。嗨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有一个非常激烈、我非常激动的一事情要跟大家分享，也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衣服，我们花了非常久的时间设计，终于推出上市，然后全球限量，画家手绘。我们经过非常多的时间讨论，我要让大家觉得说这件衣服就真的好看，真的穿出门是觉得骄傲觉得很酷的一件事情。我相信全世界没有几个人会用乒乓球的素材来设计他的 T 恤，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挑选材质、版型，甚至印刷、打样。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，甚至你喜欢这件 T 恤，希望我们的频道能够延续下去，我们会把购买链接放在底下。我们也希望桌球这个运动可以更酷、更阳光、更热血。各位好，我是杰夫。我现在在去接乒乓球国手的路上，我相信很多的观众，甚至正在选国手路上的观众，很想要知道他们的心路历程。喜欢我们的朋友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立马开始，走！各位观众，这位是我们的19岁青少年国手冠军简彤娟选手，然后后面这位呢是我们的18岁青少年国手陈映真，刚刚来他们的那个训练中心接他们。你们除了练球之外，还会做什么其他的？比方说拉筋、放松，还有什么？体能、重训。那你们有很排斥做重训这件事吗？就不会怕自己变壮？因为原本够壮。我们的体型去到外面本来就已经数1数2的。因为你们必须要训练，甚至要重训，甚至还要不怕变壮。我觉得这一块在正常女生来说，又是另外一块辛苦的一面，只是你们也只能接受，甚至我没有办法每天早上起床先化妆才去练球，哪有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你们一整年最长的假是什么时候？过年跟暑假。暑假有放假？有。我们也只有这2个假。对。那会休息多久？大概5天吧。真的假的？才放5天？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？我的意思说选上之后，然后嘞？等选上当然是最好的，然后就往国际发展啊。但如果真的一直都没有办法选上的话，那就是做点其他事情，因为真的不是人生桌球。只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成人国手，在我看来就是对你每年都选上，然后嘞就没有然后啊。你要怎么样超越他们，甚至怎么样真的可以完成你下一个目标，那又是另一件难事因为到成人国手之后，训练好像都很看个人，对不对？在国家队的话，国家队嘛，那就是看自己，很看个人，对，蛮有趣的，也让台湾的民众多了解这一块的生态。好，我们这一集呢，主要是分享5个脚步的训练。其实乒乓球，坦白说是你的身体相对你的脚步会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今天主要是分享最基本的5个套路训练方式。首先，一定要有人帮你喂球，你才能训练所谓的脚步。很重要的就是肢体的协调性跟反应的能力嘛，对不对？你除了眼睛看到球，你的手也要跟到球。那你手怎么跟到球？你身体一定得跟到，身体得跟到，你的脚就一定得跟到嘛。就这个意思嘛。一般人这5套训练是多久要做一次，还是每天都得做？脚步应该基本每天都要练的，就是因为是最基本的，也可以当热身。就脚步移动开了、热开了，后面就会比较顺。我们一共介绍哪5项？我们按照顺序分享给各位。一边一个，然后全台正手不定点，然后前后左右推侧扑、摆速。好，一共5项。为什么我们这5个套路只有摆速只有反手，其他4个套路是全部都是正手？对，因为正手伤力比较大，对对手的威胁造成也比较大。正手跑动的范围会来得比反手来得多，反手很少人会用到全台反手，基本上比赛中我们通常看见都是全台正手在拉的人比较多。OK， 所以其实建议观众或者是初学者，如果要训练脚步的话，是优先训练正手，会大于反手来的重要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正手好，
会比你的反手好来得有优势，所以我们会倾向先训练正手及正手脚步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第一项是正手一边一个。好，我们开始。跟观众分享一下，刚刚那个脚步是不是跟身高有直接的关系？有像比较高的人，可能有些人垫1步，但是稍微个子比较矮小的一些人就会垫2步至3步。比较高的人会比较好跑吗？也没有，有些矮小的人跑得也很快。就是像欧洲人跟亚洲人去做比较的话，长得高并没有一定比较吃香，对不对？对。就是因为是瞬间移动，那个爆发力，所以你相对要蹲得比人家更低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身高比较高，所以可能小有小的好处，高有高的好处，所以没有一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下一个项目是什么？全台正手。好，全台正手由我们的简彤娟负责，是不是？因为刚刚陈英珍说她累了，也不是年纪大哦。是简彤娟跑全台正手比较厉害。哦，对，大家可以去看我们那个成人国手选拔赛跟全国个人锦标赛，我们都有拍到简彤娟哦，我们都有特别关注她的打法。好，我们第3个为前后左右。什么是前后左右？就是在跑步法的时候，先打一个前面，再打一个后面。因为比赛的时候不可能所有球都在同一个位置，一定会有稍微比较靠前、稍微比较长的球。那如果没有练这些步法的时候，比赛的时候出现这种球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步法会卡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示范第3个前后左右。第4个是什么？推侧扑。这边摆一个短的，然后这边侧身拉一个，然后这边再扑一然后个，回反手，然后再回反手。对，1、2、3、4，再回反手，这样叫一组哦。好，应征示范这球推侧扑。好，现在最后一项是摆速。什么叫摆速？就是两边不定点。两边不定点，所以正反手都可以用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，我们就示范给大家看。好，今天5大脚步训练就分享到这边，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醒观众朋友的？这些步伐的时候，不要强调1步到位，有时候要多颠几步去找球。有时候可能你觉得1步能到位，但是球可能稍微短了一点点或长了一点点，都要调整。这种细微的调整要注意。打桌球脚很重要，就是虽然都是用手打，但其实是用脚打啊，脚到了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多的失误。希望这一集观众有
吸收到新的知识。来，简彤娟的 IG 哦，陈映真的 IG 啊，他们的 IG 在这边，你们放在这边，有任何问题，他们都会很乐意回复大家。喜欢我们的朋友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来，叫什么名字？严凯翔，打几年了？从你开始打球到现在，总共打了2年。所以刚刚我们在解释摆数的时候，你告诉观众说摆数是什么？两边不定点。好，那我们示范一下给大家看。好，不错，打得很好。点一下，他就一定会对到。刚刚那段有录到。因为你平时在扑幼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没有在扑。现在目前有交往对象吗？没有。好吧，哭哭啦。要帮你真有吗？要帮你真有吗？不用顺其自然就好。顺其自然啊，你是顺其自然派。顺其自然的。